我的第一次就是去了这个大学老师的教师公寓里边一起炒菜做饭的。今天分享两个比较轻松一点的故事，简单来说是大学里用小兰的经历遇到的两个人。第一个人是在我大一的时候，那时候懵懂无知，我下载小兰，我发现有一个人距离只有0.05千米，我就打招呼了。他给我发照片，他的样子是络腮胡、戴眼镜、背头，然后胖脸，简单来说是一个熊的模样。他还说他是新疆人，还是学生会主席，跟我画饼说跟他在一起之后一路畅通无阻。反正我当时也就听听，我也没信。但他当时第一次面基的时候给我的感觉确实不错。我那个时候下晚自习，他就在我的教学楼下等我，当时还下着雨，他给我撑了个伞，我们就雨中漫步回到了咱们的宿舍。他是在1楼，我是在4楼，也还挺有缘分的。可能在1个礼拜的接触过程中，他会带我去小树林里边牵牵手啊，周末没有课的时候会带我去教学楼里边，没有人反锁，也只是拥抱一下。他比较有耐心，可能时间也比较短，但是突然就有点不对劲了。他每次中午的时候，他说他没空，要让我给他带饭。当时我1个月生活费好像只有600块钱，我每天省吃俭用给他带清真食堂的那个午餐，基本上比普通食堂要贵个10块钱。当时家庭确实比较贫穷，而且我还没有开始勤工俭学，但我还是会给他带饭，带了3、4次，但他钱都不给我啊！我觉得他对我也挺好的，那我也对他好一点吧。但更离谱的一次就是周末，他带上他的妹妹，也是新疆人，我们3人出去市区玩了，当吃了一个自助，花了200多块钱。当时他说他没钱了，我就让我先付着，那我就行，我付。吃完饭之后，我就跟他去了江边放了风筝。我现在翻了一下我的相册，2019年还能找到那个照片。当时我的样子大家肯定想象不到，长头发戴眼镜，跟现在完全是2个人。放完风筝之后呢，他说要不今天晚上别回去了吧，我就找了个理由，因为当时确实查的严，因为我们是少数民族的那种学校，严查那种夜不归宿的那种，查到可能会被退学什么的，很严重，所以我不敢不回去。那他也就拗不过我，他就问我借200块钱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我说那行吧，那我就给你借吧。他就把他的，当时我的钱好像都在支付宝里边，因为我知道他的电话号码，我就按照他的电话号码直接给他转了。转过去之后，他说不行，不能给我转。他说他支付宝就是套花呗了，逾期了很久，一转进去他直接就是自动扣款了，就相当于我白转了。还有我自己花钱打车回家，你知道为啥吗？因为我当时在来的时候，我好像就发现了他打他的 APP 好像也欠了一笔款，一直没付，90多块钱，也欠了好久。我就觉得这个人有点不对劲，第2天我就没有理他了，他也没有来找过我。虽然说我们的宿舍就在上下楼，但是真的很尴尬，因为才1个星期多一点，这都不算是开始爱情，我感觉我是那种他的倒贴的那种 ATM 机，虽然当时也没啥钱，后边确实会见到面，但也是一句话不说，挺尴尬的。还好我跟他啥也没发生。这是遇到第1个人。遇到第2个人是大学里的一个老师。我的第一次就是去了这个大学老师的教师公寓里边一起炒菜做饭的。我当时不知道为啥，我用小蓝筛选都是筛选比自己年龄大一点的，我喜欢成熟一点的。这一次我觉得挺有吸引力的。他宿舍跟我宿舍之间隔了应该有2公里吧，我每次都要走路去到他的宿舍里找他。第一次见面，他有一个小电驴，他带着我围着我这个学校绕了一圈，在我一个学校的后山的一个马路的尽头，他对我做了一些事情，还跟我说什么话，说他给不了我什么名分，但是呢该给的都会给我。我当时听不懂这句话，我可能当时被他老师的光环所吸引了吧，不太懂。第2次见面我就去他的宿舍找他了，走过去发现他在制作一个试卷，但不知道那天晚上就半推半就的就跟他一起做菜炒饭了，那是我人生的第1次。但是事后我发现一些问题，他的东西很齐全，且他的宿舍里有别人的东西，我就问他，一问才知道他其实是有对象的。
他对象在隔壁的理工大学啊。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什么鬼？我当时确实挺纯情的，我不能接受这个事情。这个老师简直了。后边我就没有联系了，我就把小兰给删掉了。后边就开始了我的恋爱。我不知道大家在小兰上有遇到什么样的奇葩，可以在评论区跟我分享一下。现在这两个故事没有那么的沉重，让大家听个乐吧。